最近有新闻报道，中国浙江温州球形机器人参与当地特警执勤巡逻，中国官媒也发布了相应的视频。近日，在浙江温州的闹市区，特警巡逻队带着一台球形机器人一起巡街，引来不少路人的关注。人来人往的街上，这台球形机器人跟着特警一起巡逻，在巡警队员的操控下，它能轻松完成直行、绕行等动作，灵活地穿梭在人群里，引得不少人围观拍照。我都给它起的名字地球仪和万万。以前就他们在这巡逻就觉得很有安全感，然后现在这样加入这些高科技产品，我觉得就会更加的安全。这个看似简单的圆滚滚、酷似铁球的家伙，被大家称为灵活的小胖子，是浙江大学最新研发的警用智能球形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完成跟踪巡逻、现场抓捕，还能灵活适应各种实战场景。在城市街道的巡逻工作中，它就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小卫士。由于它的球形设计和灵活的移动能力，可以到达很多传统巡逻设备无法到达的角落，真正实现监控无死角。它的最快速度是35公里每小时，它的瞬时加速度，你拨杆一下子推得特别猛，它能一下子大概在2秒之内提高了最高速度。此外，这个灵活的小胖子还能通过现场采集、传输 GPS 点位信息，实现全自动驾驶，全程无需地图或导航。它两侧加挂的网捕枪，还可以在瞄准嫌疑对象的同时释放捕捉网，让嫌疑对象失去行动能力。主要是基于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它是能在对抗的环境下，即使本体遭受到我们一个近距离一个打击，也不会失去作用。它能在极端环境或者复杂人群当中可以来去自如，提高我们公安的一个现场处置能力。真的是酷炫感满满，安全感满满，既可以自动驾驶，还能发射捕捉网逮捕嫌疑对象。这款好看又能打的机器警察是如何研发的呢？这个球形机器人的本身，因为它重量很重嘛，它有160公斤，然后速度呢可以跑到这个30公里。既要有威慑力，又要行动灵活，重量既要有，速度也要快。研发团队希望这台机器人兼备水陆两栖的功能，能在特殊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所以萌生了设计一款全密封球形机器人的想法。它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搭配不同的传感器，在不同的环境下实现不同的功能。我们会加挂不同的这个外部的设备。那么警方呢，它主要考虑呢，一个是要给这个也巡逻的时候要有震慑力，所以呢，它配了网枪。比如说机场呢，希望你能够配个那种高音喇叭可以驱鸟。从我们研发的角度来定义呢，它是一个智能的移动的载具。重量加上去了，怎么让速度跟上呢？当初设计成球形，就是为了让它行动更灵活，能适应各种复杂地形。但球形的设计却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不停晃动，这使它没法感知外界的环境，而且走的路线也很难精确控制。我有一个博士生想了一个很好的点子，就是基于动量轮的控制。那么通过增加改进了这个运动机构之后呢，它的这个运动性能呢有了很大的提高。那我们球形机器人也装了像激光雷达、摄像头这样，在这种空旷地方呢做到了接近 L4级别的无人驾驶的功能，可以自动按照设定路线运动，然后避开障碍物。经过6年研发，终于解决了运动控制这一难题。现在这款球形机器人不仅能适应恶劣环境、复杂地形地貌，在腐蚀性、放射性、易燃易爆等危险条件下也可以正常运行，特别适用于反恐维稳等警用勤务。该报道也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比如英国以及德国多家媒体对此都进行了报道。英国的《太阳报》报道的还挺详细，可惜该媒体没有评论功能。在视频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机器狗，但好像没人关心它，这有点奇怪。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电信的大型门户网站 T-Online 的报道，仿佛来自未来。中国推出奇特的警用机器人。配图说明，中国女警官已经可以使用数据眼镜，很快他们将与球形机器人联合出警。中国首次推出一款为警察提供支持的球形机器人，它还可以与其他机器人进行交流。中国开发人员开发了一款警用机器人，它看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东西。在中国东部城市温州，一组特警在繁忙的街道上巡逻，随行的还有一个球形机器人。该机器人的视频迅速在网上疯传。这个身段灵活的站立人是我们的新成员。特警副大队长黄苏峰向新华社记者解释说，
据说这个球体重160公斤，直径0.8米，它有点让人想起《星球大战》中的 BB-8机器人，尽管缺少了小型上层部件，也可以在水中使用。据悉，该机器人是为在狭窄空间内执行反恐任务等行动而开发的。据黄淑峰称，它能在2.5秒内达到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并可加挂警用设备。视频显示，它还可以在水中和崎岖地形上自主行动。它还能向嫌疑人释放捕捉网，几个机器人还可以协同工作。配图说明，中国警察在温州与球形机器人一同巡逻。该机器人的开发人员最初设想的是一台可以在水星表面使用的机器。浙江大学副教授王游告诉新华社记者，由于靠近太阳，水星是一颗温度波动极大的行星。连续执勤10小时，王教授和他的团队从2017年开始研究这个想法，他们最终实现了球形机器人的概念。其特点是快速滚动运动、先进的运动控制以及两栖和自主驾驶特性。一个与电机相连的动量轮在机器人内部摆动，这使得球形机器人可以向任何方向移动。球形机器人可以以最小的摩擦力滚动，无需额外的稳定装置。王教授解释说，它还比步行机器人更节能，可以连续工作长达10小时或行驶120公里。好，朋友们，德国另一家 IT 门户网站 Heise.de 对此也做了报道。警用机器人用轮子追踪罪犯，中国警方正在使用球形机器人 RT-G， 它利用人工智能识别罪犯，并利用其武器库自主逮捕罪犯。中国警方正在测试机器人公司 Logan Technology 生产的球形监控机器人 RT-G。该机器人只有一个中心轮，可以水陆两栖自主移动。该机器人旨在利用人工智能 AI 独立识别刑事犯罪和通缉犯。这款机器人已经在中国与警察一起进行公共巡逻测试。该机器人直径为60厘米，重125公斤。它由一个旋转的中心轮推动及动量轮，方向由重心移动控制。这个独轮车有几个特点：机器人可以更安全地防止人为破坏，并能承受高达4吨的冲击力。另外，它还能在不同的甚至是困难的地形和水中灵活移动。在水中，机器人漂浮在水面上，由轮子推动，其方式与桨式蒸汽船类似。在陆地上，它的时速可达35公里。用非致命武器打击犯罪。这款球形机器人配备了人工智能，能够识别公共场合的非法活动。机器人还能通过安装在侧面的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锁定已知的通缉犯。在这种情况下，它会通知人类警察，或用加挂武器逮捕罪犯，或使其失去行动能力。为此，机器人拥有一整套非致命性武器，这些武器包括捕捉网、催泪瓦斯、手榴弹和声波驱散装置。英国《太阳报》上的一段视频展示了机器人如何与警察一起在街上巡逻，以及如何自主打击犯罪。中国安全部门希望通过使用这款球形机器人，更快地追踪罪犯，加快起诉速度，并通过监控加强公共安全。接着，我们来看一些网友们的评论。第一条评论：我们很快也会在德国看到此类垃圾东西。我们甚至不能禁止 TikTok， 也就是海外版的抖音。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对世界为所欲为，好吧，美国人也是，但这不是我们必须接受世界上更多混蛋或威胁的理由。下一条评论：这是一部恐怖机器，这样的机器人在街上巡逻，谁会觉得更安全？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控制大众，但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希望这些东西也能在德国街头巡逻。为了减少自己的恐惧，许多人乐于放弃最后一点自由。很久没有读到这么可怕的东西了。这位网友跟帖，他说：第一，中国共产党；第二，朝鲜的金正日；第三，普京；第四，卢卡申科；第五，你来接龙吧。
我们再往下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捍卫我们的民主和自由。是的，民主制度有弱点，我们的政治人物也容易犯错。特朗普和马斯克清楚地表明，现代民主制度是多么的脆弱。但是试想一下，未来有了人工智能代理，极权主义政权会变得多么根深蒂固。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反抗和异议已经非常危险，在未来这将变得不可能。电影《少数派报告》向您致敬。最近的例子是加沙地带，谁知道薰衣草计划是什么？下条评论。有趣的是，许多人对这款独轮车表示怀疑，急刹车、转弯动作等完全不是问题，尤其是在一个书呆子气息浓厚的论坛，我本以为论坛成员会更有创意。得益于当今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这样的事情是完全可行的，甚至是急刹车动作。实现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最明显就是陀螺仪技术，但只要稍加思考，您也可以想出其他或补充性的解决方案。哥们呀，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不会成为下个硅谷。我们继续往下。我想说，这是一个圆形的东西，说真的，不可能完全制动。在车轴下面的某个地方有个重心，你可以对着它加速和制动。如果刹车太猛，重心就会绕着车轴旋转，没有支点来承受更大的制动力。如果在上面盖上一层薄板，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也就不能再往前走了。楼梯是个问题，任何门都能让罪犯逃掉。这样的东西不能单独巡逻，在正常情况下，最多可以派这样的东西在前面开路，但这样的话就不需要人工智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吧。罪犯骑独轮车，一辆独轮车能装多少罪犯？中国有双人自行车吗？朋友们，我只是点评一下，我觉得这位网友看错了标题或者是里面的内容，他没有细看，然后就点评了。于是这位网友跟贴的，这个独轮车是机器人，中国真的遥遥领先。下条评论。是标题错了，现在我才明白，独轮车警察机器人追捕罪犯，我真是个小傻瓜。我们继续往下。这是1:1复制美国军方的东西呀，有人剽窃吗？德国知识点评。我快速看了这个链接的视频，就是没有看见美国军方类似的东西。有些德国人一想起是中国的很先进的东西，就会想到中国人只会抄袭，特别是抄袭什么德国美国的东西。我们继续往下。这样就能炒掉那些少数会思考的警察，而不是盲目服从命令的警察。这正是这个机器人所做的。我怀疑它并不包括阿西莫夫的机器人法则。我们再往下。问题的关键是警察以及政府意见分子也是罪犯。但愿走在该机器人旁边的警察手里拿着在所有条件下都经过测试的遥控装置。如果该机器人像疯子一样摧毁购物中心里的所有人体模特和路人，这样会造成损失。希望在此之前，警察能用他的遥控装置将机器人关闭。而且很明显，中国的犯罪分子中还包括政府意见人士，他们的脸很可能还高高挂在警察局的墙上，而且在杀人犯的上面。人脸识别确实很有帮助，误报率没有那么高。下条评论。这东西在运动中看起来很有趣，一个小障碍物，路上的一个小颠簸，它都不行了。相反，它撞上了一些无关的人，对自己的人民使用这样的东西，又是真正的反乌托邦，这与中国完美契合。继续往下看。很快也将在德国使用，基民盟党魁梅尔茨会非常兴奋，控制暴民从未如此容易。我们再往下看。如果人工智能是根据有犯罪企图的人的面部表情进行训练的，那么最好不要使用此类设备。下一条评论。随着犯罪率的增加，我们可以在德国使用它，但德国已经没有钱了。下一条评论。
我觉得更应该在德国边境使用它，而不是在德国国内。继续往下，德国国内使用更多机器狗。我们再往下，你是对的。如果事情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将不得不再次关闭边境，以防止所谓技术劳工移民。下条评论，你说是在未知领域，即使是在德国大城市，到处也没有足够好的移动通信信号。在汉堡和汉诺威这样的城市之间，有些地方根本没有信号。这就是这种东西能在这种地方执勤吗？下一条评论，中国的人口金字塔，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毫无疑问这是情有可原的。中国社会目前正在迅速老龄化，坐在助行器上的警察追捕嫌犯。继续往下，中国正在用机器人和自动化，而不是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两者各有利弊。我认为有选择是件好事。如果你不再喜欢那里，可以去别的地方。继续往下，这里的大多数网民可能都会遇到不被中国的监控网络和社会信用积分所纠缠的问题。下一条评论，几年前由于人口老龄化原因，独生子女政策被终止了。如果没记错的话，现在是3胎政策。下一条评论，在步行区捕捉罪犯相当刺激。如果逃犯袭击球形机器人，他会不会碾压所有路人？还是他会发出无助的哔哔声，然后呱呱叫道：“市民们，请让开，这是警方行动。”他的自主性如何？他是遥控的吗？他也会通过人工智能使用武器吗？当发疯的球形机器人在人群中发射催泪瓦斯时，一定会很刺激，在人群中踉踉跄跄的穿行。哦，对了，不管高达4吨的冲击力是什么，是的，我知道，动量或动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但4吨对于冲击攻击来说，根本就是个无用的单位。我们再往下，我认为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在繁华的商业街上进行抓捕犯罪分子是研发要求的一部分。我完全可以想象球形机器人是如何优雅地躲避的，而逃犯则更有可能试图用人、桌子、椅子和其他任何东西来阻挡追捕者。下一条评论，当被围攻和吐口水时，释放捕捉网。与电影《毁灭》中的无人机在视觉上非常相似，看起来有点吓人。我觉得这项发明对德国来说也非常有趣，这样警察在示威游行中击退示威者时，就不会那么容易遭到围攻、侮辱、被吐口水和其他攻击了。然后球形机器人可以在受到攻击时释放捕捉网，用它来抓捕示威者，或者它还可以把捕捉网开到一个集合点。如果有一些像 R2D2 一样的工具，它甚至可以自己清除障碍物或挣脱被卡住的物体。当然，还有很多想法和建议可以交给这样的机器人。我发现蓝色和红色的闪光灯一眼就能认出机器人是一辆警车，这一点特别有趣。它还可以爬楼梯，方法是伸出后面的支撑物，然后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推上去。或者它还可以释放一条机器狗同事，让他继续追捕逃犯，也许还可以让身材矮小的人骑在球形机器人上。星球大战中也有类似的设计。下一条评论，真遗憾，其实我想去中国旅游，但一想到自己被一颗失控的幻觉人工智能子弹击中，中国的吸引力就大打折扣。接下来这段省略，我们看下条评论。如果它有效，它不会只限于在中国使用太久，很快就会出现在其他国家。如果不是从中国进口，那就是山寨中国的。我认为美国急需它，但德国其他政治人物也会非常热衷。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德国没有数码警示板，但肯定有摄像头。全天候巡逻是一个完美的梦想。我们再往下看，在中国的街上，我感到比在德国安全。我们继续往下。顺便说一句，这是事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一些德国人、欧洲人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从游客的角度看世界，通过他们自己的媒体宣传形成观点。下条评论，但前提是你不说任何反对体制的话，在那之后，在你自己的房子里就不再感到安全。下条评论，在中国你会消失在教育营里，在德国你会成被告，然后你为法律诉讼筹集一些捐款，并嘲笑国家的厚颜无耻。下条评论，仅仅因为这种言论自由，你在中国就会被逮捕。下一条评论，这东西太棒了，由于人工智能不会犯错误，因此没有人会问逮捕的对象是否错了，这是处理不受欢迎的人的完美工具。重返中世纪万岁！我们再往下，紧急制动怎么办？如果一个120公斤重的球以时速35公里的速度在人行道上滚动，一位老奶奶或一个小孩突然跑到了球前，这东西该怎么刹车？在中国，保护无辜群众有多重要？继续往下看，免费送上门的硬件，为什么人们把这个小玩意儿当成警用机器人？这是免费送上门的硬件呀，只要把它放在黑暗的法拉第笼子里足够长的时间，然后把它拆解就可以了。继续往下，该设备肯定会与控制中心保持永久联系，这样就能清楚地知道失去联系前的最后位置，然后一支特遣部队就会赶到你的住处。免费送硬件上门的决定非常明智啊。下一条评论，是的，哦不，这很清楚。所以这个机器人用人工智能来锁定罪犯，只有在集权国家才能进行这样的活动。即使是最好的人脸识别系统也会有误报率，这样的东西会在每个人行道横行霸道，因为他甚至不知道该先逮捕谁。那些被错误拦截下来的人会怨声载道，而且这东西怎么能在不损害健康的情况下阻止别人呢？而追捕只能到有楼梯的地方，这简直就是一个监控国家完全疯狂的全能幻想。我们看下条评论，在德国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一些政客马上就会跳出来要求进行无数的修改，使这样的系统无法使用。我们看下条评论，不久的将来，如果把催泪瓦斯枪换成真枪，这样我们就有了自主射击攻击机器人，应该不会太难。技术可能需要更加坚固一些，比如说防弹，但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送上战场了。反正每周都会有远程软件更新，这是准第一代自主战斗机器人。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当我们还在谈论拯救燃油车时，中国正在建设21世纪。是的，特别是在机器人技术方面，尤其是在军事和警务应用方面，起初看起来有些可怕，但是如果我们不在这一领域投资，我们不仅在军事上落后，而且会浪费民用改进的潜力。护理机器人可以防止我们正在面临的紧急情况。好的，与各位分享网友评论就到这里了。大家一定发现了，很多德国人对技术创新持负面甚至敌对的态度，而且他们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待此类技术创新。这样的国家能往前发展吗？大家怎么看呢？